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总是有热心的观众给我留言，都说想到乡下来找一套房子，然后有点稻田，种点稻谷啊，种点玉米，再养点鸡鸭牛羊。其实我今天到的这个寨子，我就感觉挺不错的。远远的看过去，整个寨子呢就犹如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整个寨子啊，四面环山，就建在四面环山的最底部。整个寨子就像一个大铁锅一样的，在锅子的底部，四面的高山都特别的高。然后我的身后呢，是有一条很深的峡谷，常年从那边流水，有一条小溪，一直是流到寨子里面。平时啊，寨子里面的一些小孩子啊、老人啊，都喜欢到小溪边翻螃蟹啊，这样子。其实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这栋房子呢，已经有差不多200年左右的一个建造时间了。现在这户人家呢，已经举家搬离了寨子，房子呢也是空了出来。从这边走过去，将近有50米左右。那我们抓紧时间去看一下这栋木房子。陈牛水，我室内在这边的陈牛水的。我看做的几只个，哎呦！来，再过来点，那么大一个啊！这个就大了，咦，那厉害嘞！寨子呢就在前方，现在我走的是一条小路，在那边呢还有一条大路，可以开车进入寨子的。这是寨子旁边有条小溪。整个溪水呢都是从山里面流下来的，常年不干，而且水流还挺大。寨子里面呢就用这个水泥砂浆在这里砌了一个小小的水坝，把这里的水呢给蓄起来，将近有1米多深。平时啊，到了夏天，好多小孩子在这里游泳。然后这条小溪里面呢，小鱼、小虾、螃蟹是特别多的。这边夏天最高的温度可能在30度左右，但是水温呢常年都是这个10多度左右。其实摸起来的话是有点冷的，如果时间在这边洗澡泡的久的话，可能都会冷到着凉了。从这边我们就进入苗寨了，这是寨门口的位置，看一排排的石头矮墙，上面呢是一大片的竹林。所有的房子啊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的，家家户户呢也都有小院。这边的水资源特别的丰富，你看这里呢还有一条小水渠，从山里面把这个泉水呢给引用到这个寨子里面，一直顺着这个小水渠流到寨子中心。其实老百姓啊平时洗衣做饭用水是特别方便的。整个这边的大山呢将近海拔有800多米，到了夏天啊也是非常的凉快，到了冬天基本上每年呢都会下个2-3场雪左右，所以说这个寨子的景色是非常不错的，犹如一个世外桃源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，就在我前方手指的这个方向。这栋房子呢差不多有接近200年左右的一个建造历史了。这户主人家也说了，房子现在已经空了将近有7-8年，没在这边居住了。如果有缘人喜欢的话，就不要1分钱哦，可以在这边住个20年都没问题。这个石头院墙这一片都是他们家的，背后呢可以做一块菜地。整个院墙呢将近有2米高左右，都是山里面捡的石块，这样子一个一个垒砌起来的。然后这边的厢房呢已经盖到了石头墙的位置，里面呢就是一个猪圈，也是一个旱厕的位置了。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的哦，只能从房子的外面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环境吧。其实到了院子这边呢，视野就特别的开阔了。小溪流呢就在这个院子的下方，从这边走过去将近也就不到5米左右。这里呢还有个小小的鱼塘，门口这小块菜地呢也是他们家的。现在邻居呢在这边种了一些辣椒，门口的还有块稻田，现在整个稻谷呢已经抽穗了。
其实这个寨子呢还有个特点呢，所有的稻田都喜欢养这个鲤鱼，也叫稻花鱼。整个寨子这边还有个特色，也就是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些稻田，因为水资源特别的丰富，都是山里面的泉水灌溉整个稻田，所以呢，当地的老乡呢都会在稻田里面放养一些鲤鱼啊、鲫鱼啊。每年到秋收的时候，这边一边打稻谷一边抓鱼，特别的热闹。而且这边的稻田呢都是高低一层一层的，很有层次感，一直延伸到那边的山脚之下。整个寨子呢就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是最中心的位置，然后大部分呢都是木房子，然后整个寨子的入口呢就在那个方向，可以开车进来。当然我们是走的一条小路。那现在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房子呢算是闹中取静吧，靠近邻居将近是有10米左右。旁边呢是一栋2层砖结构的房屋，然后整栋房子呢现在是锁上了大门，没办法进去的。然后木房子呢是有3间，中间呢是堂屋，两边都是卧室。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呢虽然建造的时间比较久，但是它的整个框架结构还是挺不错的，包括这些立柱都还可以，只是上面呢有很多这个虫眼，其实并不影响它的一个使用，只是说这样的一个外墙看起来比较旧啊，颜色比较深，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。只是以前当地的老百姓呢喜欢在上面涂抹一些桐油，每年刷上1遍2遍桐油，刷个几年之后，整个外墙呢颜色就特别的深了。这栋房子呢，窗户留的并不是特别的大，也就是1米乘1米左右，做了一个简单的雕花。大家可能会说，这看不出是一栋100多年、200年的老建筑。其实从这个窗发就能够看得出，我们当地人的一个建造风格。到了后期之后，基本上不会做雕花了，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窗户，能够推拉的就行了。做上一些雕花的都是一些老式的建筑才会有的一些风格。我们这边呢隶属于这个苗族传统的一些村落，它的房子建造风格呢延续了好几百年，都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。现在呢建了砖房之后，可能木房就很少见到，但是只要你进到一些老的苗寨，基本上上百年的一个建筑都是非常多的。那这户主人家也说了，他说房子都空着好几年，自己也没回家住，现在水电呢还是通的，只是说这栋房子没有通公路，比较不方便，然后需要步行大概几十米可以走到房子这边。但是呢门前是视野特别的开阔，然后下方呢又是一条小溪，平时住在这边呢还是挺好的，可以听见一些虫鸣鸟叫的声音。那房子主人家也说了，不需要过多的一个装修，打扫一下卫生呢，买一些自己的一些生活物品啊，就可以在这边居住了。说屋顶上的瓦片呢可能会漏雨，大概2、3年呢让人检修一次就行了，大概每次的费用呢接近是1200块钱左右。寨子里面呢就有剪瓦的一些瓦匠。房子左边的高山呢是特别高的，我们从这边直线看过去，接近有200多米，你看，一直到山顶的位置。我在想，这样的山估计很少有人爬得到山顶，因为实在太高了。整个寨子呢就在一个峡谷的底部了。其实住在这边，如果交通不太便利的话，出去一趟是挺麻烦的，因为这里距离镇上呢将近是有5、6公里，距离县城呢接近是有40公里左右。如果自己有车的话还是比较方便，但是这边呢每5天是可以到附近的集市去赶集，买一些个人的生活用品啊，或者一些新鲜蔬菜、肉类之类都可以，包括取快递呢也要到镇上去取。其实住在农村呢有这样的一栋房子，不需要租金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再和当地的老百姓去要那么1、2块稻田，自己种点稻谷，在门口呢养几只鸭子，在旁边的竹林再散养一些鸡，其实1年的生活成本我估计也就3到5千左右一个人，完全是足够了。那大家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石头。
好了，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